今天的天好蓝啊，云好白呀，那朵云好像只小狗啊。小男孩的耳朵动了动，离他1公里处有一商队正缓缓地向他驶来。我就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好好求求好心的叔叔带着我，那我就不用走路了。我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哎，桃儿，那儿怎么有个孩子啊？你过去看看，小心点啊！实在是因为荒郊野岭突然出现个孩子很是不正常。哎，孩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去找外公的，我娘不管我，我好惨啊！你外公在哪儿啊？你爹呢？我外公是个大英雄，镇守在边关，我爹死了。京城里的一个贵公子连打了几个喷嚏。实在是误会我。我娘天天就知道挣钱，把我交给了夫子，让我自生自灭。说完后的男孩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乞求地看着男子，谁也拒绝不了这么可爱的孩子。男子的心都被看融化了，拉着小男孩的手来到头儿面前。他娘忙，不管他，他爹死了，他打算去边城找镇守边关的外公。好心的叔叔，你长得这样帅气，能带我一程吧？等我找到了我外公，一定请你们吃好多好吃的。骆贝贝眉眼弯弯的，先是吹上一波彩虹屁，看领队的有些犹豫，男孩再接再厉。我会负责自己吃喝，不会麻烦你们的。我还会打猎，找水源，我会的可多了，真的不会麻烦你们的。一连2个不会麻烦，领队的都不好意思了，他更不忍拒绝这软萌萌的小包子。谢谢叔叔，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。我叫骆贝贝。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哥哥叫骆宝宝啊？叔叔，你好厉害呀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也就随口一说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一个哥哥。你在这儿，那你哥呢？我哥去了京城，他想在京城找个爹，听说那是全国最有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。这孩子是真敢想啊，天真。啊，那你哥哥多大了？我和我哥哥是双胞胎，我今年6岁了，你们猜？躺在货物上的骆贝贝不用走路，眉眼带笑，是有问必答。众人听后嘴巴一抽。这孩子真有趣。那这个当娘的心到底是有多大呀？啊，孩子不见了，不知道吗？也不知道会不会着急的满世界找。那众人聊天聊的都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。居然又出了个新话题，总不能让它掉在地上吧？哦，没事，我们经常这样，就是不知道洛心儿到哪里了。骆贝贝想要宽慰这些叔叔，不过又扔下了一枚炸弹。那洛心儿是谁？我姐姐，我们是3胞胎，我娘厉害吧？骆贝贝嘴巴上扬，很臭屁地说：应该说你爹更厉害吧，这个娘真不合格。领队的善心大爆发，对这个可爱的又善解人意的骆贝贝是喜爱到了极点，一路上特别关照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，小朋友？我去哪关你什么事儿？一个披着人皮的大尾巴狼，心坏透了，哼！哎呦，小朋友，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，我送你好不好？哼，这可是个好货，一转手绝对高价。哎呀，老天眷顾啊，绝对不能伤到了，先哄骗，不行就来硬的。我呀可是个好人，你看你一个小孩子走在路上多危险呀，你说去哪儿，我送你。可拉倒吧，把你的心放水里，都不需要加墨就能写字了，我家就在旁边，我这就回家，不需要你送了，谢谢姨姨啦。这肥羊可不能丢了，看样子软的不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来硬的了。女子眼波一转，
从袖子中慢慢拿出带药的手帕。女孩眼睛眨了眨，瞄到了女子的小动作。这人太坏了，因为有事本想饶过他，没想到他茅房里打灯笼，非要找死。哼，那就顺势而为吧。装作没有发现他的小动作，眉眼带笑的蹦蹦跳跳地向前走去。女子紧跟在小女孩身后，突然加快速度，快走几步，撒了药的手帕对准女孩鼻子一捂，小女孩顺势倒下，没有一丝挣扎，出奇的顺利。女子左右扫了眼，迅速抱起女孩，眼角的笑意止都止不住。这迷药也太次了，下次让你尝一尝本小姐做的迷药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，那就别怪本小姐不客气啦，要替天行道啦。女子动作利落，抱着小女孩钻进了旁边的一辆马车。车夫低着头，戴着斗笠，轻轻晃动着鞭子，马儿吃痛，慢慢地向前走去。啊，没想到还是团伙作案啦！哎，漂亮！哎呦，真漂亮！看这面容，这穿着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。你打听清楚了没啊？她家里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？我先是跟了她一段路，后又旁敲侧击地问了问，没问出来她家世显赫。你把她和后院那些孩子装上车，我这儿收拾收拾，立刻出发。唉，都是容颜惹的祸呀！我这倾国倾城的美貌呀！他们还管了其他的孩子，这些孩子遇到我，算是遇到救星了。我要做个好人，要做个劫富济贫，哦不对，应该是打家劫舍的好人。要让这些坏人趴在我的脚下，喊我仙儿大侠，给我唱征服。都走快点，不听话的，老娘就把他拉去喂狼。与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，哼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发现他们丢失，他们的娘亲得有多着急呀！啊！若星儿倒是忘记了他们集体离家出走，他们的娘亲会不会担心着急？不知道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，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身上软软的，跑都跑不了。先看看吧，等待时机。你们三个别哭了，烦死了！爹呀，娘呀，快来救救你们的宝贝儿子！再不来，就见不着我了。哎呦，这些人贩子别犯到小爷手里，不然让你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！哼！不哭啊，姐姐请你们吃糖啊。三个孩子瞬间眼睛亮了，忘记了哭泣。女孩从腰间的袋子里掏出3个糖果，贴心地塞到3个小孩子的嘴里。这是女孩好不容易省下来的3个糖果。3个小孩子瞬间被甜味所吸引，暂时忘记了不快。真好哄啊！女孩看着脸上露出笑容的小孩子们，嘴角不由得上扬，不过很快又垂了下去。这时的女孩感到好无助，好无力。别伤心，我会救你的。你都已经在这儿了，就不要说大话了。你就祈祷你爹娘早点来救你吧。这个小妹妹真漂亮，好可爱呀，只是一点都不清楚自己的状况，不会是个傻子吧？真的不骗你们，我真的可以救你们。我是自愿被抓的，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切，就你说大话谁不会啊？你，哼，坏人，不救你了，让你被坏人蹂躏打骂，我真的很厉害的。我叫洛希儿，你们叫什么？我叫吴静雅。真是人如其名啊，恬静儒雅。我叫刘宝儿。我叫金轩。我要怎么办呀？人贩子在饭里加了软禁散，我要怎么办呀？你们好呀，很开心又认识了几个朋友。至于那3个小不点儿，就忽略掉吧，太小了，都不知道话能不能说得利索。叔叔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去京城。太
好啦，我本来就是要去京城的。又是一个傻的，白瞎那么好的容貌。去过京城吗？京城好玩吗？京城漂亮吗？若是再要说话，毒哑你！什么人啊？怕他赶车憋闷，好心与他聊天，他还要毒哑我。哼，坏人，都是坏人。不过是去京城的，那就留你们多活几天吧。我可是人美心善哦，你们就不需要谢谢我啦。站住！你今天是插翅难飞了，别指望你的主子能过来救你，你主子现在也是自身难保。不知主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只求主子能平平安安。老天啊，难道我今天就要命丧于此？男子慢慢向后退去，3名黑衣人拿着剑缓缓逼近，一切在火光电闪之间。男子紧握在手里的白色粉末快速向3名黑衣人洒去，轻功运用到极致。跑，即使跑不了，也要想办法让这3名黑衣人陪葬。没想到他还有这手，他也只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久了。嘿嘿，这场游戏很快要结束了。不好，他们的刀上抹的有毒，头好晕。看样今天是真的要折在这里了。男子觉得有点晕眩，后面紧追不舍的3个黑人走了过来，有点像是猫戏弄老鼠的感觉。你跑啊，你倒是跑啊！跑。头越来越昏，身上越来越软，视线越来越模糊。一个帅气内敛的小男孩正躺在一棵大树上休息，低头看到了这一幕，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，又继续合上了双眼，闭目养神，不想多管闲事。说来不巧，男孩旁边突然窜出一条蛇，他凭着本能直接捏住了蛇的7寸，2个手指一用力，蛇的小命休矣。这男孩是个练家子，不简单呐！这一番动作让3个黑衣人发现了他的位置，黑衣人们对视一眼，2个黑衣人提着剑，运起轻功就是一顿刺。男孩睁开灿若星辰的双眼，一个利落转身，稳稳落在地上，淡淡的看着黑衣人问：何意？一个惜字如金的男孩，虽是淡淡的看着，但是很有压迫感。黑衣人们有点忐忑地看着男孩，这张脸，这种压迫感都很熟悉。3个黑衣人有些心慌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心慌。眼前一片模糊的男子已经无力站起，看到突然从树上落下的男孩，眼睛、大脑一下清明了，忙不迭地向男孩爬去。主子，快跑，不要管我，记得以后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这人是想祸水东野吗？简直是不知死活。 3个黑衣人这会儿明白了压迫感与熟悉感从哪儿来的了。这男孩与这男子的主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没听说过他有孩子呀。要说这不是他的孩子，黑衣人们是不信的。这藏得真够深的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们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你今天是走不了了。男孩从黑衣人眼中看出他很像一个人，而且那个人还是黑衣人的死对头啊！我何其无辜啊！不知这3人武功如何，我能解决他们吗？啊，不管了，先下手为强。男孩背于身后的双手从袖中拿出无色无味的毒药，让它在空气中挥发。那下面就是要拖延时间了。哼哼。躺在地上的男子想要站起身来，挡在男孩身前，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了，甚至是已经在濒临死亡边缘。男孩看3个黑衣人向他围攻过来，看准时机，运用轻功轻松躲了过去。一场你追我躲你杀我还躲的戏码开始上演了。正面打，男孩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比轻功跑得快那是无人能及。
这孩子年龄不大，轻功那是极好。这孩子一定是那个人的孩子。这三人武功真不错。这招是不错，凌厉。啊，那招也不错。我好好看看，观摩观摩。再过一会儿，可就看不到了。地上的那位已经躺平了，黑衣人越追速度越慢，开始到没感觉，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晚了。三人发现不对劲后对视一眼，眼底都是震惊。跑！你们走不了了，来说说吧。你们说的让我满意了，我就放了你们。从感觉不对劲到头晕眼花，不过就几息之间。这孩子与那人一样的阴毒，这次是栽了。你们确定不说点什么？再不说，你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三名黑衣人见没有翻盘的机会，咬碎了藏在牙齿里的毒药，口吐黑血而亡。没有问出想要知道的，真是遗憾。又转头看了看地上躺着的男子，问他也是一样的，不过就他有些麻烦呀，一看就是进气少出气也少。不甘心啊，我还没娶媳妇儿呢。恍惚间，一颗美味带有生命力的药丸被塞进嘴里，本能吞咽下去，立刻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涌进七经八脉。好药啊！疼，好疼！想说想叫，没法发出声音；想动，仿佛这个身子不是他的似的，动弹不得。终于忙完了，这么个大块头，怎么办呢？男孩陷入了沉思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男孩动了动耳朵，远处一辆驴车正缓缓驶来。男孩动手把三名黑衣人用草树枝遮掩住，坐在男子身边，静静等待驴车的到来。男孩小手一摆，老人驾驶驴车停下，把他拉到最近的客栈，我还有重些。男孩绷着脸臭屁地说道。老人见一个身穿锦袍长相非凡的男孩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心里有些诧异。他死的活的？活的，再不拉到客栈好好照顾，那就是死的了。救吧，俗话说这救人一命如遭七级浮屠。再说了啊，还有钱可拿呢。3刻钟后，就这样摇摇晃晃地到了一个客栈。又经过一番交涉，终于把男子安排在客栈后院的一间屋子里，又付给老人一些报酬，又多付了些银钱给客栈，不然客栈不让住啊。就这还是住在后院，担心一不小心人在他这儿没了，对客栈影响不好。已经后悔救这个麻烦了，我都花出去多少银钱了。一片空旷的高地，绿树如茵，溪水从旁边哗啦啦地流过。众人有的把马解下，拉到小溪边喝水吃草，有的拿出铁锅粮食做饭，有的检查车子是否出现故障，货物绑得是否结实。一切都在不言中，一切又是那么井然有序。这个领队叔叔不简单。洛贝贝把一切看在眼里。我刚才看那边有兔子，我去打2只，我们中午加个餐。好，那你小心点，我让叔叔陪你一起去。又冲洛贝贝旁边的2个男子使了个眼色，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还是不放心。出门在外，多个心眼总是不会错的。这是要看着我啊？没事，老子行得端，站得直，不怕他查。他放轻脚步，闭上双眼，打开耳石，仔细听着。在左手边有几只兔子正在吃草呢。洛贝贝手握几枚银针，轻轻地移了过去。只见他小手那么一挥，3只肥胖的兔子倒在了草地上。叔叔们，快来捡兔子啦！跟在洛贝贝身后的2人看洛贝贝有模有样地行走于林间，以为他是吹牛唬人的。后来听到洛贝贝的呼喊声，忙跑了过去，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有几下子。哟呵，还真中啊，可以夹菜了。我没有骗你们吧？我打猎可厉害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说我吹牛皮了吧？2个叔叔提着兔子，3人一起向营地走去。
还未到营地，洛贝贝兴奋地大叫道：叔叔们，我给你们加餐了，快来看看啊，我逮的兔子！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厉害，估计也是哪个名门之后吧。你真棒，我一直都是信你的。你这话就骗3岁小孩吧，哼！你们把兔子拿到水边收拾一下，我们晚上加餐。把兔皮好好的剥下来，回头让洛贝贝带走，冬天可以做件坎肩。不用了，叔叔，我家有好多，这就送你们了，全当是我麻烦你们的报酬了，可好？这样的兔皮我家都送人了，家里有几张完整的虎皮、熊皮、狐狸皮，都是我兄妹3人的战利品，不能再想了，那都是一部血泪史呀！哎，你们看，这石头摆的是不是有规律？一堆石头能有什么规律啊？我看你现在是草木皆兵了吧？哦，我看看。男子眼神亮了，这是用八卦的形式摆的，意思是午时6人被困北方。午时，他们路过这儿，有6个孩子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方向没有错，他们是要去京城，不会错的。快吃，吃完我们立刻去追。难道是刚抓的孩子吗？这孩子看样子是有些本事在身的，也被抓了。怎么不见他的爹娘来找啊？这孩子要想跑，一定是能跑得了的。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个人是武静雅的父亲高薪筹请过来的江湖人士，叫李川，善追踪。因每次关键时候李川都能准确地给出正确的见解，所以大家都很信服。骆宝宝走后的1个时辰后，风首领，你看这里有血迹。哎，你们快过来看看！难道找到了？众人围过一看，3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这是个用毒高手，他们先是中毒，后发现无力解毒，他们就又咬破牙齿里的毒自尽的。这边有个车辙印，我们要不要追上去看看？我带人去看看，你们继续寻找线索。几个侍卫在一间客栈门前停下。哎，你们这里来过一位浑身是伤的人没？掌柜的吞吞吐吐，东张西望，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，早知道就不为那点钱收留他们了。哎，看来他是在这儿了，进去搜。随着风首领的一声命令，身后的几人向楼上后院跑去。掌柜起身便想拦，风首领拔出剑威胁道：你是想现在好好说，还是一会儿去牢里慢慢思考？听是官府里的人，掌柜立刻怂了，低头哈腰说：他们在后院。你们何人？风侍卫看着1米多高，浑身散发着冰冷、生人勿近的气质男孩，像，真像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这以后再慢慢查，得先找人。骆宝宝没有错过风首领看他时那一闪而过的惊愕感。请问你今天是不是救了一名浑身是伤的男子？他可能是我的朋友，我能进去看一看吗？风首领何时这么客气过？后面的侍卫惊诧极了，不过看到男孩的相貌，侍卫们又有点明白了。你们明白什么呀？如果是这孩子救的人，那这孩子身上绝对还有毒药，他还有可能是小主子。只能你一个人进来。与主子一样惜字如金，只是不知他娘是谁，可能配得上我们的主子。哎呀，又想远了。好，就在这儿，你看吧，看是你要找的人不？风首领快步走到床边，看着躺在床上胸口轻微起伏的殿首领。他们2个都是大夏朝3王爷的贴身侍卫，自小与王爷一起长大。他是我要找的人，我能带走他吗？可以，我为他解毒，用掉1颗价值连城的解毒圣品，1万两白银。骆宝宝说完，张开自己胖乎乎的小手，意思是说给钱吧，给了钱你就能走了。风首领实话当场，这孩子是真敢开口要啊！你知道1万两白银有多少吗？那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家主子有钱。风首领实话实说，他可是真的没那么多钱啊，他家主子也是真的有钱，最重要的是得把这孩子留在身边，好好查一查。如我所愿，去见见你们的主子，看看他究竟与我有几分相似，顺便查查他是不是我爹。
两人想到一起了，一个要留下另一个，另一个想要跟着。王爷，已找到店，并安全带回。处理公文的王爷没有抬头，轻轻回了一声。风首领说完话后，不知道要怎么接着说下面的话语，没有离开，忐忑地站着。应该先向王爷说一声，再带孩子过来就好了。不知道一会儿王爷会发怒不？回完事后怎么还不走？会是什么事情让他吞吞吐吐，犹豫不定？还有事啊，太像了，我长大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帅啊！他会是我爹爹吗？这孩子看着面熟啊，他是谁？就是这个孩子救了店首领。你何时有了结巴的毛病？死就死吧，只能怪我思虑不周。我叫骆宝宝，用一颗解毒圣品救的人，价值1万2白银，我是来拿钱的。哦，是吗？王爷低声带着威压的连着2个问句走了过来。是的，不信你可以找个大夫给他把个脉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。这孩子小小年纪，居然能在本王面前面不改色，是个人物。这估计就是风带来他的原因了。贤王看了一眼风首领，风首领忙说：已经安排府医卫店看治。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说完，贤王抬步走去。骆宝宝心想，他不会是要赖账吧？他要是赖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爷，店首领已无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。他之前可是用过什么药物？据老朽观察，店首领应该是服用下一颗解毒药，那药品质还很不错。哦，对了，店首领的剑伤是谁治的？那绝对是个神医呀！王爷可以找来收入麾下。原主就在这儿，这样直接说收于麾下不太好吧？可是得了风寒，老朽一会儿给你把个脉，开点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找到人后，一定要让老朽过来讨教一番。你说的神医就是他？他？谁呀？这屋里没有陌生人呢。这孩子，不会吧？就几岁模样的小奶娃？就是他，这个小孩子。孩子，你快说说，你是怎么把他的肉缝起来的？那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呀？骆宝宝没有回答，反问道：这男子先前吃的解毒药，你觉得价值几何？那是圣品，世间少有，价值万金也不为过。王爷，给钱吧。骆宝宝把手伸向王爷，说道：现在想看的人已经看到，拿了钱后慢慢调查。他还未痊愈，痊愈之后便付你钱。怎么有种欺负孩子的感觉呢？你们耍赖！骆宝宝脸色一变，浑身散发冰冷凌冽的气息，与他们的王爷如出一辙。旁边的几人瞬间呆愣，王爷终于知道这孩子为何面熟。与我一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算是耍赖呢？只是想留你在此住上几天。店首领身上的线要怎么弄啊？老朽还不知道呢。你在此安心住着，我会通知你父母来接你。不用费心，我拿了钱自己会回家。你一个小孩子带着巨款，合适吗？哼，不安全。一向话少的贤王今天的话格外的多。骆宝宝瞪着贤王，没有什么不合适，我想走谁也留不住。这孩子油盐不进，怎么看着有些讨厌呢？贤王双手背身后，对风首领使了个眼色，向门外走去。风首领看着骆宝宝安慰道：你就放心的住在这儿，我有事儿要先走了。走了2步又回头说：你有事儿找这位爷爷或者找我都行，一会儿呢我会交代府里的小厮照顾好你，
在这个府里，你不能乱走，会没命的。觉得自己已交代好了，风首领转头就走了。这人有城府，有容貌，有钱有权，还不错，能当我爹。就是冷冰冰的，一点儿也不可爱。不知道娘亲会喜欢不？小公子，你与老朽讲一讲缝合的事儿可好啊？我叫骆宝宝。那好，老朽叫你宝，可好？骆宝宝点了点头，他不知道这府医术如何，就把缝合术介绍了个大概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那线，那针。府医问到了关键点，骆宝宝把一卷羊皮从自己的小包里拿了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缓缓打开。好啊，真好啊！只是不知道他是谁的徒弟，后继有人呐，着实让人羡慕。这就是需要缝合的针与线，我的技术不好，这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缝。屋外的王爷与风首领听的是津津有味，不过也是听得满头问号。听到后面屋里两人安静下来后，贤王带着风首领来到书房。说着吧。风把那孩子带回来原因一定不少，风首领知道这是主子生气前的表现。风首领把看见黑衣人失手找到店，然后回到王府的全过程讲了一遍。知道那3个黑衣人中的是何毒不？属下无能，看不出来。你都看不出的毒药吗？这风首领可是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。其实那毒药是3个孩子配着玩的，风首领当然看不出。毒药、解药圣品、缝合术，与你们一般的轻功。这孩子什么来路？是巧合，还是处心积虑？巧合倒是好说，处心积虑为的是什么？还有那容貌。7年前，本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7年前，边关的一场生死大战，当时缺衣少粮，又突降暴雪，那一场大战打的是血流成河，天地变色。眼看胜利在望，身边出现叛徒，当时还没封为贤王，只是皇子的叶晨中毒，遭人追杀。叶晨中毒后，迷迷糊糊地躲进了一个山洞。后来的事他就不知道了，醒过来已是几天之后的边关。不过从那以后，他经常做一个梦，梦中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子狂野地撕开了他的衣服，他想动，想杀了他，但是他动不了，一切似梦似幻。贤王只是想要炸一炸风首领，没想到风首领跪在了地上，贤王的心一下拔凉拔凉的。那不是梦，是真的。贤王一时难以接受，心中呐喊：本王是男子。7年前的事一直压在风首领的心里，那太沉重了，压得风首领都喘不过气来。那天，风首领、于首领费尽9牛2虎之力解决了敌人，又找了一天，终于在一个山洞里看见了主子。他们风神俊朗的主子啊，全身只有一件外套盖在身上。后来发现主子不记得山洞里发生的事，风雨一合计，那就不说了吧，毕竟那不是多光彩的事情。如果不是这个男孩的出现，这个秘密会一直烂在心里，直到带进坟墓。主子，您就惩罚属下吧。哦，后来呢？回来，属下与雨又悄悄打探过，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不过，说。贤王感觉要控制不住自己，要发狂了。后来听说，当时是中领将军的洛川找过他女儿，不过听说他找了这些年一直没找到。给本王好好查。算了，从骆宝宝查起。骆宝宝，查，把他娘查出来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贤王这时的火已直冲天灵盖，这几年的贤王修身养性，很少发火，这是触到了贤王的逆鳞了。你与羽翼蛮的事先记下，
以后本王再慢慢算。贤王此时的内心已经翻江倒海。谢主子。走出书房，关上房门，风首领长呼了一口气。那很可能就是小主子。这些年，主子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其他的王爷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，哪个不是儿女成群呢？就我家主子是个例外，孑然一身，无儿无女。这下好了，直接来了这么大一个孩子，还聪明，医术高，武功高。放眼整个京城，没有一个孩子能与我家小主子相提并论的。风首领这会真想呐喊几声，喊出心中喜悦，也想向府里所有的人宣告：我有小主子了，我家王爷有后了。独自待在书房的贤王，从最开始的愤怒到接受，再到沾沾自喜。此时的他有些郁闷。怎么就没有看见那女子容貌呢？仿佛那感觉还不错。这孩子会是本王的吗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定是。这孩子颇有本王当年风姿。这是解毒丸，你们吃后就能解了软筋散的毒。武静雅没有任何疑问，直接吃了下去。另外两个男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好意思提出心中疑问。看到武静雅吃后，两人也吞了下去。你们一会儿就在这待着，我解决完外面的人来接你们，你们可别乱跑啊！他们在这儿，我与你一同前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你就在这儿保护他们，也保护好你自己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洛心儿好酷啊！洛心儿走到门口，从头上取下一根黑色的东西，拉开门缝。这门缝也太大了，可以直接钻过去。洛心儿从门缝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后，回头又叮嘱道：你们就安心等着本大侠的好消息吧。你小心点儿，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先逃走，然后再找人来救我们。逃走不是本大侠的风格啊！一共4个人，先把他们迷翻，然后找绳子把他们捆起来，送交官府。洛心儿心里计划着，只见他运用轻功，溜着墙根寻找着目标。这里有一个人的呼吸声，从小腿处解开一个裹在腿上的小包裹，拿出火折子与一块黑漆漆的东西，点燃后扔进了屋里。幸好当时没有仔细搜身，要不然我的东西都保不住了。等了片刻，洛心儿走进屋里，开始翻找起来。绳子，哎，找到了，先把它捆起来。不行，它太重了，翻不了身，捆不了啊！哼，一会找帮手再来捆你。走啦，下一个人。在这个屋子里有3个人的呼吸声，好奇怪呀！他们为什么不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呢？不想了，倒是方便本女侠了，一次性搞定。黑色东西点燃，扔进去。好啦，听他们呼吸声多平稳啊！要去找帮手喽！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站在光里的也是英雄。好嗨哦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第一次独立完美的完成一件事，洛心儿开心的边走边唱。这是心儿的歌声吗？这唱的什么呀？音律倒是不错。2个男孩没说话，站在门边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是洛心儿，她回来了，你们看。洛心儿在月光下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。我把锁打开，你们帮我把那4个人捆起来，他们太重了，我捆不了。洛心儿说着就从头上取下一个东西，在锁眼里转了转，锁打开了。你还会这个？有时间也教教我。 4个大孩子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全部捆好了。满头大汗的孩子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都哈哈大笑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又流了出来，像是要把这些天的委屈、愤怒全部都发泄出来似的。下面怎么办？
孩子们互看一眼后陷入沉思。天上的圆月慢慢西沉，东方的太阳慢慢地爬上地平线，霎时间光芒万丈。你们要是想不出来，那我就说啦，我们把它们搜刮一空，吃的喝的全放到马车里，我们驾着马车一路往北走，去京城。路上找一个小乞丐，给上几枚铜板，让乞丐帮我们去衙门送封信。我还没去过京城呢，这主意不错，我看可行。行吗？3个小孩子还在呼呼大睡呢。你们要是没问题，那就找能用的东西，银钱，我去找找马车。陆星儿说完，看了一眼他们没有反对，就出门找马车了。3人看了一眼，行动。好了没？好了就赶紧出来吧，上车，我们要向京城进发啦！刘宝儿拎着2大包东西，第一个跑了出来。接一下，先把这东西塞进去。哦，真重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都是些能用上的东西。金轩也提着一包东西走了过来。他那2包是被子啥的，垫在车上不至于太颠。我这一包是金银细软。胡静雅带着3孩子慢悠悠地走来，5人进到车厢内。陆星儿驾着马车，金轩坐在车外。都坐好了吧？白女侠要带你们勇闯江湖了。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感觉有点饿。店首领闭上眼睛，好好感受了一下，耍宝地说道：你呀，睡了1天1夜了，鸡汤已经热了无数遍了。一会儿小公子过来看看后，没什么问题，你就可以吃饭了。什么小公子？府里什么时候多了小公子？是。溥仪刚要开始说，骆宝宝出现在他们眼前，店首领吓得一哆嗦。这是什么鬼？是王爷变小了，还是我出现幻觉了？骆宝宝拧着眉头，神态与贤王一般无二。店首领大脑死机，不由自主地喊出心里的所想：我还不想死啊！我还没活够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老远就听见你在鬼哭狼嚎的，闭嘴！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哎呦，没呢，阎王现在还不会收你。这平时看着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，这时候怎么变得莫名其妙的？哎呦，不会是伤到脑子了吧？啊？那王爷怎么会有分身呢？我眼花了？店首领使劲地用手揉了揉眼睛。没眼花呀。就是这孩子救的你，你忘了？溥仪同情地看着店首领，晕倒前的那一幕浮现在他眼前。原来那不是幻想。谢小公子救命之恩。不用谢我，你家主子会付我酬劳。那臭屁的样子，怎么感觉那么欠揍呢？这天聊得死死的，气氛尴尬到冰点。溥仪出声解围：店首领已经醒了，请你过来看看，是不是可以吃饭了？店首领把目光移到骆宝宝身上，满眼都是问号。什么情况？这1天1夜发生了什么？单独的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怎么合在一起我就听不明白了？我这是错过了多少？既然醒了，那就没事了，吃吧，按照正常伤者的食谱吃就可以，6天后拆线。什么拆线？没我什么事了，我出去了。说完话的骆宝宝不等王爷发话，转身就走了。店首领看呆了，他的脑袋里现在长满了100万个为什么。什么情况？你好好休息。贤王说完话后也抬步离开。贤王若无其事地追上了骆宝宝，说道：本王带你在府里转转。闲来无事，府里转转也不错，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。
骆宝宝点了点头，一个大的前面走着，一个缩小版后面跟着。这一幕很是诡异。这孩子悟性不错，我的招式能在这短时间内学了个5成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接下来，贤王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有意无意地传授给了骆宝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俩人的切磋逐渐接近尾声，他们相互对视，眼中都充满了欣慰和满足。孩子，真没想到你不止轻功好，悟性更不错。您更厉害些，我还不是你的对手呢。明天早上我们还来练武。骆宝宝开心点头。是王爷真好，如果是我爹也是不错的，真不行做我爹也可以。这孩子无论是不是本王的孩子，本王都要留下他，认他做本王的儿子。你先回去梳洗一番，一会儿来本王的书房找我。本王的书房有无数藏书，武功没话说，看作学问如何？如果也和武功一样出色，那他就是这王府里未来的世子了。这想法虽然有些荒谬，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王府没有主母，他又没有小妾，有一个接班人也是不错的。相较于武术，骆宝宝更喜欢读书，他喜欢兵不血刃，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。主子，小主子们都走了，您是一点都不急。女子低头翻看着账本，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主子，你要是再不来个表示，我也离家出走。圆脸丫鬟撅着嘴，跺了一脚，转头离开。女子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轻轻地摇摇头笑了。那笑容如3月的春天，温暖和煦，犹如百花齐绽一样绚烂美丽。一个丫鬟端着茶进来，轻轻地放在女子的身旁。主子，你看他，你都把他宠得没边儿了。你这鸭子就别说鹅扁嘴。女子端起茶抿了一小口儿，丫鬟眼睛一转，又说道：那些小主子您到底怎么想的？也不见您去找他们，我很放心不下。我这个做娘的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个什么劲儿？哎呀，主子，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别怪我们都离家出走，您闹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哼！这个丫鬟撇着嘴，跺了一脚后跑开了。看着账本的女子抬头看了眼她跑走的背影。丫鬟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女子要多，还比她用心，可以说孩子们就是他们拉扯大的。哼，你们还能翻出老娘的手掌心？门外那个有什么话直说，没话说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没事没事。这个丫鬟说完也跑了。2个首领在后院里产生了争执，快要打起来了，请王爷前去定夺。哦，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起时要打起来了？你先看，本王一会儿回来继续讲解。贤王根据小厮的指引，很快走到了他们发生争执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贤王气场大开，威严地问道。殿首领没有多说，用手指了指。贤王顺着殿首领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不就是穿着女装的骆宝宝吗？刚想发火训斥，突然想到，骆宝宝刚才还与跟本王在一起，这不可能是骆宝宝。一边吩咐小厮把骆宝宝带过来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打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父母是谁？你是要查户口吗？管得未免也太宽了些吧。众人都怕他，可我洛希儿不怕。这个估计就是我那便宜爹，与我哥哥洛宝宝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没事儿就浑身散发着冷气，还喜欢板着个脸，哼，像是别人都欠他钱似的。哼，这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知道问话的是谁吗？就敢这样回答。想当年提起叶晨的名字，都有止小儿啼哭的功效。他叫洛仙儿，2天前在路上遇见的。
那时他们刚把人贩子送进官府，又遇到歹人，后又听说他们要来京城，卑职就顺路带他们回来了。若是不能收留他们，卑职立刻送他们出府去。贤王扫视了一圈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哼，这女孩还真是有些本事，小小年纪竟然有勇有谋的把人贩子送进官府。只是她会是谁呢？还是说一切只为引起宇首领的注意而来到王府呢？贤王脑子里全是阴谋论，就是没有想过他与骆宝宝是龙凤胎。整个空气凝固了，三个小孩子靠在武静雅的身边哆嗦着，三个大点的孩子也很害怕，很想快点逃离这里。洛心儿发现了几个朋友害怕的直哆嗦，把你的冷气收一收，都吓到我朋友了。这洛心儿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不怕一会儿被咔嚓了吗？我真是无知者无畏。如果王爷要下手，我就虎口救人。人是我带回来的，我也要把人安全的送出去。贤王从思绪里拉回，收了收自己的气场。众人当场石化。王爷，不知叫我来有何事？你来看看这个孩子，你认识不？是我还没睡醒，眼花了吗？星儿怎么来了？快速向前走了几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跟谁一起来的？娘亲知道吗？一向淡定的骆宝宝这会儿一点也不淡定，甚至有些急躁。王府众人懂了。有门，他们认识，那他们是龙凤胎。众人把目光纷纷投向了贤王。牛啊！当年那一次就毁2个孩子，是哪个奇女子？众人对孩子的娘就更好奇了。贤王被人们看得不好意思，嗓子咳嗽了2声。王府众人不敢再看，都低下了头。你们都能出来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来？你们怎么走的，我就怎么走的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哥哥不应该这么凶，这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？你们吃饭没？饿不饿？要不要先洗漱睡一觉？关心的话语抚平了洛心儿心里的创伤。不太饿，京城里的小吃味道真好，一会儿洗洗睡一觉也不错，正好睡醒了去逛京城的夜市。洛心儿开心地计划着，他们2个自顾自地说着，把周围人都当做了背景板，周围人想插话也插不进来，很是苦恼。王爷，能先安排他们休息一下吗？可以，安排在你院子里，余下的你看着安排吧。安排好后来书房一趟。贤王看现在这情形，怕是也问不出想要知道的事，对骆宝宝说完转身就走了，也带走了刚回来还没休息的宇首领。去厨房提些热水，他们都要洗澡。小厮应了一声便下去干活儿。洛心儿看这情形，打趣道：你认他了？你现在很像王府的小主子。不要胡说，我还没有查清呢。这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你们这2张脸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她是我妹妹，学我刘叔离家出走。骆宝宝惜字如金，就说了这一句。然后的呢？其他的呢？接着说呀。那你娘呢？我娘她忙着挣钱，不怎么管我们，为我们找了几个夫子教授我们。如果骆玉儿在这儿，一定会拧着骆宝宝的耳朵。老娘不挣钱，你们喝西北风啊？还几个夫子？那夫子都是老娘费尽心思重金聘请过来的，好吧？都是业界数1数2的人才。贤王不知道这些，心里要把他们的娘打入18层地狱。怎么当孩子娘的，真是不合格。但以后就在王府生活吧，不回你娘那儿了。现在怎么了？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娘怎么惹到他了？我娘对我们还是很好的，每年都带我们去打猎。去年我和洛心儿猎了一头老虎，那虎皮还为娘亲做了一个褥子呢。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越糟。贤王心里咆哮着：多大点孩子，
打点兔子就好了，怎么与老虎还干上了？简直拿孩子的生命当儿戏，不配为娘，一定要剥夺她为人娘的权利。正在看账本的骆玉儿一连打了几个喷嚏。哦，谁在说我坏话？骆宝宝见贤王的脸色不好看，又替他娘解释：没关系的，我们从3岁就开始学狩猎，都习惯了。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祖宗18辈，别说了，我的小祖宗。我们还能不带食物在丛林里生活1个月呢。贤王气炸了，继续脑补：不想要孩子，也不能这么糟的孩子，把他们送来京城啊，哪有当年的这么欺负孩子，不把孩子当回事啊？哼，怪不得孩子们都留书离家出走，定是被欺负得太狠了。骆玉儿表示：太冤枉了，比窦娥还冤。人在家中坐，一口大锅贴上来，这些我都能解释的，我还能狡辩狡辩呢。骆宝宝看着贤王的脸色越来越差，止住了话语，拿起身边的书认真地看了起来。领队，前面可就是一线天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哎，老子知道。包人领队心里也是忐忑着呢，他这一提醒无疑火上浇油。绝壁千仞，一线天光，这地方有一股土匪，可能是随机，也可能是提前踩好点儿，一旦遇到他们就是九死一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越来越靠近一线天。先停下，就地休整。包人领队实在是有些恐惧，对未知的本能的恐惧，只得下达命令道。骆贝贝看到他们害怕忐忑的神情，很是好奇。你们怎么了，叔叔？包人领队秉着闲着也是闲着的想法，给他科普了这一段路的险要与危险，最后表达了等等看，或是能遇到一个大商队一起前行。你的意思是说山顶上可能有人？包人领队点了点头。我上去看看就好了，没人咱们就过，有人再说。包人领队看着高耸入云的山间，陷入沉思。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？这要是一不小心摔下来，那可是连个全尸都不会留下的。哎，你可别乱来，我知道你有点武功，但是这太高了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可是没有能力去救你啊。包人领队苦口婆心劝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生怕他一个激动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这也太啰嗦了，一会儿悄悄的去，以前上过比这还高的山呢。知道了，叔叔，你好啰嗦呀。你个没良心的，叔叔是关心你，你可倒好，还不领情啊。说完后的包人领队去了远处，与众人商议要如何渡这里。叔叔，我肚子疼，我去那边解决一下，你可不许偷看啊。骆贝贝说完，捂着肚子飞快地跑去。这孩子真有趣啊，有谁会那么无聊的去偷看呢？跑远的骆贝贝还说着话。叔叔，不许偷看啊。哼，快去快回。我真是个小天才，就这小小的山，轻松拿捏，不在话下。咦，没有人啊，还寻思如果有人，我正好能大显神通，直接一包迷药送他们都去见周公。骆贝贝直起腰，大摇大摆地在山顶来回寻找，没有发现一个人。真是太不给我面子了。忽然眼角瞄到一株艳丽的花朵。这朵花娘亲一定喜欢，我把它摘下来送给娘亲，我就又是娘亲的乖宝宝了。骆贝贝走到悬崖边，小心地挪动身子。太好了，摘下来了，做成一朵干花也是美美的。我是娘亲的小可爱，娘亲一定会给我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骆贝贝拿着花飞身下了山顶。你看我的花好看吗？是不是很好看呀？
他们是要去打猎吗？怎么不带上我啊？不是告诉你不要乱跑吗？知不知道我会着急的？叔叔，我去那个山顶上看了，上面没人的。我是个多好的孩子呀！快夸我，快夸我！火气大的包人领队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是半点脾气都没有，忙问：你没事吧？说着把洛贝贝翻来覆去的看，生怕哪一点受伤没能及时包扎。留守的人见洛贝贝完好无损的回来，吹响了属于他们的集合哨声。听到哨声后，出去寻找的人陆续回来。我没事，我真的很厉害。洛贝贝又一次自夸道，可一看他软萌的模样，是没有一点可信度。啊，是，你最厉害了，最聪明了。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，有一天也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商队队员走过来，人到齐了，走不走？这人是听洛贝贝说山顶上没人的，所以多嘴问了一句。包人领队深深地看了一眼洛贝贝，洛贝贝呲着牙，可得劲儿了点头。听我的，没错的。走，快速通过。刚才的烟花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估计是哪个商队的求救信号吧。那他们是遇到那股悍匪了吗？估计是，我们可真幸运。叽叽喳喳地讨论着，语气中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只有洛贝贝看后心情沉重，那是他娘亲研究的烟花，用于求救。烟花炸开，附近的自家人看到是要放下手上的事情，立刻前去救助。我家的商队淤血了，我不能坐视不管，我要去看看，我可能认识。洛贝贝说得认真且坚定，他从没有看到过洛贝贝这样的神情。如果他哥哥洛宝宝在这儿，你会发现这神情一模一样，冷冽、睿智、机敏。不许去，你太小了，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那你在这儿老实的待着，我去看看。哼，这个傻叔叔，武功平平，连我都打不过，要逃也跑不快，他去有什么用？你不要劝我，我去意已决。你们先走吧，我把事情解决后再去找你们。包人领队还想再说什么，话还未出口，洛贝贝运作9成内功，脚踩一小树的树梢，飞身从大树的树顶掠过，一切皆在眨眼之间。我的天哪，什么样的优秀人物才能生出这么一个绝顶天才？你们继续前行，我去看看。说完他就要骑马去追，商队的人拉住他。你去就是去送死？那我也要去，不去的话，我这一辈子心都难安。我若是回不来了，你们就把钱均分了，或是继续走商队，或是回家埋几亩良田，你们决定。说完后，头也不回地骑马飞速离去。洛贝贝，你慢点，等等我呀！若是不幸折在这里，那也是我的命。若是洛贝贝出了什么事，我也好带他离开，好让他入土为安，也算是全了这些日子的情了。虽然人数是多了点，不过看他们的武功平平，不至于放求救烟花啊。不对，商队的人怎么都是有气无力的，甚至有些人都拿不起刀，一定有小人，里应外合。我太聪明了。洛贝贝站在风口，一把无色无味的软金伞向人群中散去。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，场上已经进去的白热化中，悍匪以绝对的实力碾压现在的商队，慢慢的就不行了，他们开始手脚发软。让你们欺负我们，我一会儿就该欺负你们了，你们要做好准备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洛贝贝把特制的解药融入到水囊里，递给离他最近的人手里。我是眼花了吗？这是三公子。机械地拿过水囊，喝了一口水，而后又把水囊递给其他人。众人很有默契地依次传递喝解药。洛贝贝一边甩着毒针，一个毒针下去，倒下一个悍匪。
那边的包人领队看到这情形，二话不说加入了战斗。他骑在马上，又没有中软筋散的毒，衬托他的战斗力杠杠的。一盏茶的时间，他商队的兄弟陆陆续续的到来，大家都红着眼眶，没有说话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注定了一辈子的生死相托的兄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商队这边的人员缓过劲，战斗力不断加强。悍匪那边中了毒，动作缓慢，慢慢处于劣势。他们头脑不笨，很快发现症结所在。拿下那个男孩，杀死他！洛贝贝兴奋极了，居然有人要杀我，是因为我值钱了吗？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小透明了吧？会不会在江湖里扬名立万？快来抓我啊！洛贝贝开心地在场上嚎叫，一边做着鬼脸，一边甩着毒针，收割着悍匪的性命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怎么给主子交代呀？真是有什么样的娘，就有什么样的孩子。怎么他一个人在这儿呢？其他两个呢？悍匪一看情形不好，有的缴械投降，有的拔腿就跑。全部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这个被悍匪包围的商队是一个有名的且强悍的大商队，走南闯北，一般县的县令见后都会给些薄面。万领队走向包领队，先是简单的做了一下自我介绍，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，承诺欠他们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并给出了信物。包领队听得他的自我介绍后震惊了，没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会与大名鼎鼎的万家商队有交集。包领队紧张的不知该如何应对。皮叔叔、万叔叔给你，你就拿着呗。万邦看到洛贝贝得意的模样，真想把他提溜下来暴打一顿。听说他们三孩子刘叔离家出走，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担心的彻夜难眠。他倒好，吃好喝好玩好，还过得这么潇洒自在。那这信物我就接下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带着洛贝贝回去了。洛贝贝听话地走到包领队身边，就要离去。万领队傻了眼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与他更熟悉吗？怎么跟着他走了？洛贝贝也可以跟我一起走，这偌大的商队不多他一人。洛贝贝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开玩笑，与你一起，那我娘对我的行踪就了如指掌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过来就把我带走了。还有你天天绷着个脸，就会教训我，傻子才与你一起呢。后来洛贝贝就躲在了包领队的身后，说什么也不出来。谢谢你以前的照顾，既然他选择了我，我会亲手把他送到他外祖父手里的。既然你也是去边关，那你等我们片刻，我们一同上路做个伴儿，岂不更好？能与大商队同行，安全得到保障，说不定还能学点经验，求之不得呀。包领队开心的点头应下。洛贝贝在包领队的身旁使劲的使眼色，可开心过头的包领队看不见啊。万领队看到洛贝贝挤眉弄眼的小表情，心里乐开了花。那小样还敢不与我同路，拿捏你小菜一碟，轻轻松松。叔叔，我今天下午要与他们出去玩。不是商量，不是祈求，而是通知。贤王微愣。好，一会儿去账房支些银两，再派些人跟着你们。不需要派人跟着我们，我们有钱。洛希儿听哥哥那么一说，餐桌下的脚踹了洛宝宝一下，对着洛宝宝挤眉弄眼。谢谢叔叔，我一会儿就去账房支钱，最多能支多少呀？哼，他的钱不拿白不拿。在洛希儿的心里，贤王就是一个负心汉的存在，以为是他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与娘亲有了孩子后抛弃了他们的娘亲。说是问他为何这样想，答曰话本上都这样写的。贤王低头吃饭，却把他们的小动作小表情收入眼底。府里有孩子的感觉还不错，1000两如何？谢谢叔叔，你太好啦！我要不要把他的王府搬空，都送给娘亲呢？
贤王看着洛星儿的表情，听着她甜美腻人的声音，展开了他一张老父亲的笑脸。这钱挣的就是为孩子们花的，哼，这钱花的真值。只是不知道，当知道洛星儿想要搬空王府去讨他娘的开心时，又会是怎样一副表情？看到喜欢的就买，不需要为本王省钱。若是银钱不够，让他们直接把东西送到王府。本王不是个称职的父亲，他们的衣料如此朴素简单，都没有发现。明天开库房，让他们挑些好布料，做些好衣服，再让他们挑着把玩之物，或是佩戴之物。贤王想歪了，以为他们跟着娘亲过得艰苦朴素，误会就这样一点一点堆积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山。洛星儿和洛宝宝会一致回答：财不露白不知道吗？出门在外哪能穿着锦衣华服呢？那不明晃晃的在脸上写着我是暴发户，快来偷我抢我呀！你们这珍宝楼什么时候阿猫阿狗也能随便进来了？那边正打算给娘亲挑个金手镯的洛星儿听到了这对话。哎呀，我怎么听到了一声犬吠，还闻到了一股臭味呢？哥哥，你听到闻到没？闻到了，比臭水沟还难闻。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你们去路边摊看看就好了。来这儿买得起吗？识趣的话赶紧滚！滚？从来都是别人滚，我还真不会。你示范一个。你如此不识抬举，小心我让我伯父治列个大不敬的罪。哎呀，我好怕哦，好怕哦！喂，你小小女子如此恶毒，难道你娘只管生不管养吗？洛宝宝浑身冒着寒气。我娘惹你了吗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们出口就伤人，你爹娘是都不在世了吗？是你们无礼在先，就不要怪我们了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们……柳叔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忙使眼色让身边的小厮回家。他们惹不得，我刚才看见他们回家搬大人了，你们快跑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刚才看中的金手镯，你帮我们包起来吧。你们穷鬼还能有钱买金镯子？我赌你身上没有10两银子。要是有，怎么说？你跪在地上，叫我一声姑奶奶，可好？珍宝楼内的顾客伙计都停下动作看他俩的热闹，就连2楼的顾客都下来了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瓜。门口也聚集了许多人。李川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看到前方堆积许多人，李川缓缓地扒开人群向前挤进去。你好大的脸，本小姐不与你多说，一会儿等我爹过来，要把你们通通关进大牢。我回去请王爷过来吧，不然你们一会儿吃亏了怎么办？姐姐放心吧，王爷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他不过来我们也能搞定的。李川直直看着武静雅，这个孩子怎么看着面熟啊？忙从怀里掏出几个孩子的画像，一一对应。他的内心开始呐喊嚎叫。找到了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呐！这位老爷夫人，他们都是一些孩子，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？咱们各退一步可好啊？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来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如此欺负一群小孩子，说出去也不光彩不是？我可是当朝一品大员的亲戚，谁敢说三道四啊？舌头还要不要了？哦，是吗？男子威严的声音传出，刘老爷本能的接话：是啊，不信的可以试试啊。好，真好。本王已是许久不出王府，都忘了本王的模样了。贤王进殿后气场全开，整个殿里散发着冷气。什么王爷？哪个王爷啊？腿软，刘老爷直接跪在地上。可有受伤吗？2个孩子摇了摇头。以后有任何事情先通知本王。哇，他好威武，好霸气呀！有爹的感觉还不错。您是哪个王爷呀？
先王叶晨。几个字震得他们夫妻两个立刻跪地磕头求饶。当时骂得有多爽，现在头磕的就有多痛快。今天这事，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我想要给娘亲买东西的心情被他们破坏了，他们要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，也不多，就1万两。听见了吗？想必你们也不会有意见。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的柳氏一家听后，连连磕头谢恩。你们连自己的舌头都管不了，那本王做主就不要了吧，去执行吧。我们愿意赔偿1万两黄金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给柳大人一个面子。哦，这请柳大人过来谈一谈。是。贤王淡淡的向楼上瞟了眼，命令道：把店里的好东西拿过来，本王亲自挑挑。贤王扫了一眼端下来的东西，品质不错，没有糊弄。你们挑吧。那声音如春天的暖阳般和煦，又对着后面的4个孩子，让他们也各挑一个。洛心儿、洛宝宝看了一遍，个个都不错，也不贪心，一人挑选了一个。3个孩子陆续挑好，只听见贤王说道：这些今天我的错，这些都送您，也全当是我给2个孩子的见面礼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过小的吧。本王还以为你这上了年龄，眼神耳朵都不好用了呢。本王也喜欢替别人着想，既然不好用，不用也罢，找人替你摘了。我也就20有2，怎么就上了年龄了？我可是京城里有名的帅公子、潇洒公子。这位男子是有些理亏，这贤王的笑话也不是那么好看的，这下倒好，1年白干。谢谢叔叔吧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过来拿，记王府账上。还有完没完了？做人不能这么不知足。好吧，我怂。男子只敢心里想想，不敢说，更不敢表露一丝。几个孩子齐齐出声：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这爹爹真黑呀，不过我喜欢。终于知道洛心儿、洛贝贝怎么那么心黑了，原来随爹爹呀。洛心儿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他可不认为他心黑，他一直坚信哥哥与弟弟是最黑的。本女侠可是个完完全全的大好人。这些想法贤王是不知道的。柳大人正与一家人吃饭，贤王的暗卫突然出现，吓得他3魂6魄出了2魂4魄。暗卫只说去珍宝楼一趟，贤王有请，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柳大人好不容易回了2魂4魄，结果被最后一句吓得瘫软在地。我什么时候惹到那个煞星了啊？还是说是家里的孩子惹出的祸事？不容柳大人多想，平时坐马车的他今天直接骑上马狂奔而去。那贤王可是不讲证据，凡事看心情居多，又阴晴不定，让人难以琢磨。不知召见下官所谓何事？他们辱骂当朝亲王，该如何治罪啊？这辱骂的亲王应该就是贤王了，按照当朝律法当斩。他按律法中最重的说的，柳氏一家人傻了眼。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往死里说呀？以为柳大人没有发现是他们，便出声：是我呀！柳大人虽然痛心，但是头也没抬，也没往那个方向看。就按你说的吧。救救我，救救我们！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你改了吗？啊！但凡你收敛一点，也不会有今天的祸事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柳家4人见求柳大人无用，就爬向了洛宝宝、洛心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苦苦哀求：求你们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不知疲倦地磕着头，
头都破了也不停地磕着。武静雅悄悄转过了头，不敢直视，木地板上鲜红一片。贤王悄悄回头观看两个孩子的表情。没有被吓到，不错，不愧是本王的孩子。既然做了本王的孩子，以后这种场面都不会少，即使是更血腥的场面，他们也会接触到。骆宝宝面无表情地站在贤王身后，不想说话，也无话可说。洛星儿倒是有点心软了，不过也仅仅是要留住他们的性命而已。他们的嘴巴太臭，留不得。刘老爷见洛星儿表情有些松动，不是刚才那么狠厉，打算爬向洛星儿，接着忏悔，想求得一线生机。贤王一脚把他踹到墙角。贤王站起身，缓缓道：“1万两白银，拔去舌头，赶出京城。”贤王出府与贤王有2个孩子的事迅速传遍京城的每个角落。皇上听后很是震惊，忙再三确认：“看清楚了吗？确定是贤王的孩子吗？不是说他是天煞孤星的命格吗？注定这一辈子无妻无子，无人送终，甚至与他亲近之人都不得善终，不然朕也不会。”暗叹恭敬回道：“那2个孩子与贤王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贤王对2个孩子很是温柔，目前没听说孩子的娘，也没有见到他。”下去吧，暗查就好，不要惊动了他，不然后果你知道的。说吧。李川立刻跪下，他是受不了贤王的欺压压迫，觉得跪在地上接点地气稳妥些。他如竹筒倒豆子般从前到后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贤王由衷地为洛星儿自豪。身为一个小女子，有勇有谋，不愧是我叶辰的孩子。他骨子里小看女子的观念，让他后来吃了不少小女子的亏，也被小女子救了很多次，那都是后话了。贤王手里拿着个册子，头也没抬地问道：“接下来的打算呢？”“问我的打算吗？”李川想明白后回道：“先把消息传回去，再问问孩子们的意见，然后再做打算。”“下去吧。”李川站起来身，弯着腰退了出去，心里疑惑：下去是下哪里去啊？是去找孩子们，还是出府？战战兢兢地挪着步子。贤王对着空气说：“去查查。”“是。”不见人，只听见声。小厮见李川走了出来，忙小跑过来为李川引着路。没走几步，就听见了几个孩子的说话声，心中感慨：贤王真喜欢他的孩子呀，住得如此的近。这人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叫李川，是五姑娘的家人找来为寻人的。我从五姑娘失踪后，一直追踪到京城，追到今日。哎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。武静雅的动作一僵，眼泪流出眼眶。家里人来了，过往的一幕幕，所有委屈上了心头。我呢？你遇到寻找我的人了吗？所有人的家人都来了，一些人已经在京城，一些人还在其他地方寻找。一会儿我就发找到你们的消息，快则1、2日，慢则3、5日就能过来。嘿，就说我家人一定会来找小爷的，哈哈。金轩不着痕迹地看了眼拉着武静雅的洛星儿。过几天回去后，应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吧？情绪莫名有些失落。洛星儿拉着武静雅的手，她喜欢这个姐姐，不想与她分开，可她家人来接她，也不好拉着不放。姐姐，你回去后可不要忘了我呀。洛星儿说的可怜兮兮的，有些离愁情绪的武静雅却是笑出了声，抓着洛星儿的手握得更紧了。洛宝宝冷眼看着这一切。镇北军大帐里坐着2排身穿甲胄、威风凛凛却又一脸沧桑的大将们，正中坐着一位身材魁梧、一脸严肃的将军。
他就是骆玉儿的爹，骆贝贝的外祖父。此刻营帐里气氛凝重。爹，要不我们自己出钱购买吧？你计划找谁买？听说万家商队的粮食多，找他们买呀。骆传真不想见自己傻儿子，打仗是一把好手，办起俗事就是脑子缺根弦儿，语气不善。钱呢？你有钱吗？骆磊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他没钱，将军府里的钱都用在养残兵上了，家里人生活都紧巴巴的。说起粮食，大家面色都不太好。打仗他们不怕，饿着肚子打仗他们更不怕，只是怕没能守住国家的疆土，那他们就是国家的罪人啊。骆川皱着眉头，对着将士们摆了摆手。都下去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娘亲说过，不若是能把这36计融会贯通，就能做一名大将啊，想想就开心。想着想着，骆贝贝的嘴巴咧开了，包人看着露出慈祥的笑意，万邦看着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猜测这小子又做美梦了。粮食啊，一个大难题。远处长长的马队向他这边驶来，壮观气派。骆磊歪着头看去，疑惑这么大阵仗，会是谁的商队呢？我得去看看，打探一番。打马上前，骆贝贝听到马匹由远及近地跑过来，睁开眼睛，坐起身子看了过去。是一个帅大叔哎，看着有几分眼熟，是怎么回事？嗨，你好啊，你的马好帅啊！跑商怎么还带着孩子呢？你是将军吗？看着真威武啊！啊，孩子小，请不要介意。万邦认出了此人就是骆磊小将军，可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，正犹豫何时捅破这层关系。你认识洛川大将军吗？我祖父。还别说，眉眼中还真带着几分妹妹的感觉。在下万邦万家商队的东家，天佑我大军呐，想什么来什么，粮食来了。带我们去找外公，给他送东西来了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骆贝贝，洛川大将军的洛，宝贝的贝。妹妹何时嫁的人？嫁的谁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呢？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？我想救救外公了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了。你看我多贴心啊，我想他们一定也很想我吧。万邦憋着笑，他就是这么可爱。骆磊抱着骆贝贝上了马。你们后面跟着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有了妹妹的消息，就把其他事情给放到脑后了。包人拧着眉头想要拒绝，可骆磊已经骑着马飞奔离去，只好回过头看向万邦。你怎么让他带走了贝贝呢？那是他舅舅骆磊。啊！爹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谁呀？陆川蹙着眉头走出大帐。一把年龄还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你不要一见面就骂我，我也是个长辈，需要面子的。你年龄不小，脑子太少。长辈，你孩子都在京城呢。想起了丢失的女儿，一阵心酸。突然看见了挥舞的手臂的小胖墩，一时傻了眼。这是谁呀？看着面熟啊。你就是洛川大将军吗？与我想的一样英勇、帅气、高大。那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是我最敬仰、最喜欢的外公。外公好。洛川皱着眉头，一脸懵逼，看向了骆磊。他说他外祖父是洛川大将军，那我就带过来了。你怎么不说你是洛川的儿子，他舅舅？骆贝贝回过头看着骆磊。哇，你就是骆磊舅舅啊，比我想的还要帅气威武，我以后可得抱紧他们的大腿，他们一开心就会教我本领，再一高兴封我个前锋当当，美美的。你是谁的孩子？你女儿的孩子啊，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吗？答得滴水不漏，问得天真烂漫。洛川一时语塞，白了一眼呲着大牙笑的洛磊。洛磊委屈啊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那你娘叫什么名字？你不知道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吗？洛磊难得见他爹吃瘪，自告奋勇地开口问话。你为什么来边城？来找外祖父做大将军的。洛贝贝回答声音清脆，语气坚定，可乐坏了所有人。洛贝贝皱着一对短小的眉毛。你们不是好人，都笑话我！哼！洛川把洛贝贝抱在怀里。那你怎么来的呢？坐车啊，我可聪明了。那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呢？从家里啊，你放心，我给我娘留了信的，她知道我来找你了。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你家住在哪儿？啊，不对，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一个几岁的小娃娃就学着大人留书出走，这样好吗？真的好吗？